据俄媒今日俄罗斯 RT 在4月5号刊登了一篇关于俄罗斯与乌克兰局势的分析类文章。该文章的作者是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的公共和国际事务教授保罗·罗宾逊。该文章就认为，目前乌克兰东部地区局势持续紧张，顿巴斯小规模交火不断，很可能导致俄乌之间重蹈7年前的覆辙，双方再次爆发战争。该作者讽刺，如果你经常看西方的报道，你会发现很多类似的主题，比如俄罗斯装满坦克的火车正在把克里米亚塞满，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地区集结装甲部队，或者是俄罗斯想要入侵乌克兰之类。然而事实上，这种紧张局势并不是俄罗斯想要的。诚然，就经济实力和国防力量而言，俄罗斯无疑占据着很大的优势。不过，当前局势下，真正需要注意的反而不是俄罗斯，而是饱受非议的乌克兰基辅当局。在此前北约入驻基辅之后，乌克兰就果断撕毁了与俄罗斯签订的停火协议，在顿巴斯地区重新点燃战火，甚至不断调集装甲部队，一副拿出全身家当的架势，想要平定顿巴斯的地方武装。而后者常被外界看作是俄罗斯牵制乌克兰的一枚钉子。俄罗斯后续的做法也并不总是充满侵略性，集结部队乌克兰东部地区和克里米亚半岛地区，也只是防止北约借着乌克兰之手将战火点燃到俄罗斯境内。而后者经常性在不同领域内尝试渗透俄罗斯并制造混乱，这一点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俄罗斯已经不止一次抓住西方国家的渗透力量，在整个局势中，乌克兰反而会是将双方拉入战争泥潭的一方。在最初，正是北约不断给予的支持，让乌克兰撕毁了停火协议，在顿巴斯地区点燃战火。然而，随着小规模冲突的持续，大量的顿巴斯居民必然会主动选择强大军事力量的庇护，俄罗斯显然会是一个主要考虑对象。届时，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全面战争也就打响了。此外，北约尽管一直在支持乌克兰，试图怂恿其用军事力量牵制俄罗斯，损耗俄罗斯的国力，但是乌克兰是否能够意识到北约的真正目的，却是一个大问题。纵观全球历史，一个国家错误判断了另一个势力的花言巧语，往往会导致局势彻底走向失控。当前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局势同样如此。如果乌克兰误判了来自北约或者说来自美国的支持，那么率先动手点燃战火的必然是乌克兰。毕竟后者已经多次想要展示想要借着外界势力干预重新夺回克里米亚的野心。中国空军现代化的起点就是苏27战斗机，它刷新了中国空军对于空战的认知和理念。在此之前，中国还沉醉在所谓的高空高速的截击战法中。直到苏27战斗机的引进，中国空军的现代化升级才正式拉开帷幕。拥有一支随时待命的现代化空军，需要国家付出巨大的代价，并非每个国家都能掌握。这对于90年代的中国而言，其实是非常大的压力。任何打算建立自己的空军的国家，都必须具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否则它将无法支持其战斗机的运行。战斗机是空军的主要作战平台，影响战斗机飞行成本的因素有很多。首先，必须考虑燃油消耗。燃油消耗受战斗机机身质量和弹药重量的影响，飞行模式、发动机性能以及飞行员的技能和经验。近日，中国军媒对中国战斗机的使用公费公布了部分信息。以苏27为例，飞机上的燃料总量为 9.7 吨，同时航空燃油的比重为 0.85， 燃油量为11200升。苏27在巡航模式下的正常飞行期间，每小时油耗为3750升，常见的飞行时间为3个小时。军用航空煤油的价格为每吨6500元人民币，在一架战斗机上飞行1个小时要花费63000元人民币，相当于一辆商务轿车。但要注意，这个消耗只是指的最经济的巡航状态。如果考虑到飞行员的起飞和战术行动，那么燃油消耗其实至少要增加3倍，相当于每小时约20万元人民币。空军不是所有国家都玩得起的奢侈品，普通国家根本无法负担空军的费用。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中小国家在引进战斗机时，往往按照10几架的标准来引进，20-30架就算多的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这些飞机只够执行一般的巡逻、识别、驱离任务。要说打跑入侵的强敌，基本没有可能。只有经济强大的国家才会按照100至200架的规模采购战斗机，但是采购还远远不是主要的财务问题。在国外购买现成的战斗机比较容易，每架飞机只需要花费几千万美元。解决完飞机采购问题后，还要建立对设备进行维护的地面基础设施维护和飞行员地勤人员的培训。
而这笔费用如果平摊到采购的战斗机上，就会抬高战斗机的售价。印度空军采购的阵风战斗机价格超过了1亿美元，比 F-35还贵，就是这个原因。而中国采购24架苏35的价格也达到了25亿美元，包括飞行员培训、火控系统改进，可以使用中国的武器，还有备用的117S 发动机。可以看出，重型战斗机和双发战斗机的使用成本要远远高于单发战斗机，这也就是连美国这样的空军霸主也要装备 F-16C 这样的战斗机的原因。如果全部装备采用重型战斗机，就无法保证机队和飞行员的规模，所以中国也需要歼10这样的轻型战斗机。如果仅装备歼16和歼20，那么中国空军可能连足够的国土防空的机队数量都没有。美军现在的运行有3款轰炸机，其中 B-1B 由于高强度，使用寿命下降迅速，加之费用高昂，美军计划逐步退役 B-1B， 以下一代 B-21 轰炸机取代。此外，预警机的使用费用高昂，无人机的使用费用却很低，这也是各国计划使用无人机取代有人机执行越来越多的任务的原因。如果说美军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前兆是航母出动，大批战斗机、轰炸机和运输机降落至前线机场，那么俄军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前夕就是大批地面重型装备的调动，包括坦克、装甲车、火炮和导弹，这是个危险信号。此刻乌克兰东部局势紧张，要说俄军没有调动和准备，恐怕谁也不会相信。据大量俄罗斯民众的目击，近期各地有大量运载俄军装备的火车，包括坦克、装甲车以及重型火炮，似乎正朝乌克兰的边界行驶。这些调动的规模如此之大，甚至干扰到了俄罗斯农民。在春季收成季节来临前，拖拉机和其他农业设备的运输被军事调动所占用。美国现在担心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新一轮大战即将来临。目前尚不清楚俄军何时开始集结，但据报道，至少从2021年3月27号开始，视频片段和其他图像显示了开往俄罗斯西南部的火车上的装甲车和其他军事装备。在克拉夫诺达尔附近的德伍布拉特斯基车站之间，旅客拍摄到了一整列火车运送 2S-19 姆斯塔 S 自行榴弹炮，而克里米亚大桥上的平民也目睹了一列运送 2S-19 姆斯塔 S、BMP-3 步兵战车和其他军用车辆的火车正在通过大桥。在罗斯托夫，一辆火车正在运送 BM-27 火箭炮。在沃罗涅日州的一列货车正在运送 BM-21 冰雹火箭弹。俄军此前宣布了在西南地区进行演习的计划，很明显这是为了震慑乌克兰并借机部署部队。五角大楼最高发言人约翰科比表示，我们已经与俄罗斯进行了接触，试图使事情更加清楚。美国陆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尔利将军向俄罗斯外长瓦列里·杰拉西莫夫将军询问了部队的动向。乌克兰总司令表示，俄罗斯正在继续增兵，预计还会增加多达25个战术集团，加上已经在乌克兰边界部署的部队，这对乌军的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尽管新的俄罗斯军事增兵显然至少是向乌克兰当局传达警告信息，但俄军的确切计划尚不清楚。据报道，乌克兰三边接触小组包括来自乌克兰、俄罗斯和欧安组织的代表，但他们未能就顿巴斯现有停火协议的延期延长至4月1号以后达成协议。当务之急是停火期结束后，顿巴斯的主要战斗可能会继续。《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国欧洲司令部已将乌克兰在内部观察名单上从可能的危机变为潜在的迫在眉睫的危机，这是最严重的危机。目前，在乌克兰边界地区，俄罗斯部队的大规模集结是为了阻止乌克兰对顿巴斯的新进攻。能不爆发战斗是最好的，可如果乌克兰发动全面进攻，并且东乌武装处在下风，那么俄军就可能随时发起反击。而以俄军的作风，反击的规模和范围有多大就很难控制了。俄军向克里米亚增兵也印证了这一点，那里也是一个好的进攻方向。